大家好，前段时间正在台湾东部海面进行实战化演练的辽宁舰航母战斗群再出猛料。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证实，自3日实战化训练开始，辽宁舰航母上舰载机的起降次数已远远超过100架次之多，实在出乎日本海自的预料。而且更是在5月8日当天，辽宁舰上的歼15舰载机从上午9点到晚上8点，连续不停地进行起降作业，持续时间长达11个小时，完全模拟了战争状态时的强度，让日本海自极为震撼。日本也称，这样强大的训练只在美国航母的舰载机上看到过。而且训练中的歼15舰载机还2组编队低空掠过了日本出云号直升机航母的上空，跟御用摄影师在近距离打了个照面，照片也被公布在了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的网站上。看起来辽宁舰航母战斗群此次的8舰出行，可并不单单只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划地盘秀存在，而是实实在在在可能交战的地点进行接近实战化强度的训练，锻炼队伍才是此行的最终目的。那么辽宁舰起降舰载机这远超100次，为何能让日本大为震动？而这一数据在其他航母强国中又处于什么水准呢？最具参考价值的对比自然来自辽宁号的姊妹舰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了。这艘航母就不用多说了吧，吨位与辽宁舰相近，同样也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而且重型舰载机苏33与歼15系出同源。当然，如果你用中型的米格 29K， 数量上会相应多一些。那么库兹涅佐夫号此前达到什么样的起降强度呢？尽管现在库舰还在摩尔曼斯克第35船舶修理厂持续趴窝中，以9输战阵，但毕竟人家可是参加过实战的。2016年的叙利亚战场，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就通过舰载机苏33对叙利亚叛军进行过轰炸。当时的舰载机是苏33和米格 29K 各10架，20架固定翼舰载机在2个月的交战中共出动420架次，平均单日出动仅为7架次。而且期间在舰载机着舰时还遭遇过阻拦索断裂的事故，各损失了1架苏33和米格 29K。 而此次辽宁舰出行实战化演练强度之大，明显出乎日本海自的预料，从一开始光顾着拍了，并未认真计算舰载机的起降次数，所以6天下来给出的数字也比较粗糙，只是含糊的远超100架次。如果是100漏就不能叫远超了吧，起码也得超过150，而300至500架次也可以说成是远超100。日本人的语境还真是难以琢磨。所以如果是最保守的150，那么单日就是25架次；如果是180，单日就将增加到30架次；如果是300，那么每天出动的次数就是50架次了。按照此前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辽宁舰能够搭载36架舰载机，其中24架为固定翼的歼15。直升机的起降我们就不放进来比较了，因为没有太大意义。目前还不清楚此次辽宁舰搭载的舰载机数量到底是多少，不知道未来御用摄影师日本海自是否会帮忙提供。不过不论是10几架还是20几架歼15，单日25至50架次的规模，足可以让所有舰载机全部出动，而且还不止一次。这可远远超过库兹涅佐夫号实战中的单日7次了。换句话说，辽宁舰此次的高强度起降作业已经在世界滑跃式起飞航母中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那么除了滑跃式航母，弹射航母的起降次数又是怎样的呢？先来看看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采用蒸汽弹射，可以搭载24架阵风和2架1-2预警机，共26架固定翼舰载机。在2016年对 ISIS 的行动中，除去直升机外，单日出动次数达到50架次。而由于阵风舰载机机体偏小，所以理论上戴高乐上的舰载机可以搭载30架以上，这样极限状态下单日出动70至100架次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只是理论值，法国人还从来没有实践过。最后就是使用蒸汽弹射航母经验最为丰富的美国尼米兹级了。美国海军曾经在2001年宣称，尼米兹级航母每天舰载机的出勤率可以达到207架次。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30架次，并且此种高强度的起降可持续4天。而我在美军一个叫做 JTFX 的实战演习中查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在4天内进行了771架次的打击，并投放了1336枚炸弹，平均单日192架次。但这其中也包括了直升机的起降。美军舰载机超高的起飞作业次数自然得益于上面舰载机的数量了。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平均可以搭载85至90架标准舰载机和直升机，这是目前其他国家航母所不具备的。而演习中还提到，舰载机 FA-18 的出勤系数被设定在了 2.0， 也就是舰载机单架单日的起飞次数为2次。当然，此种高强度作业是无法一直持续的。实战中单日近200架次是前面4天，随后的3天将降至单日140架次。
最后面的20天将降至单日100架次以内。一是飞行员需要休息，另一个也需要考虑到一些舰载机故障停飞的情况。因此，以美军的数据为标杆，辽宁舰的训练目标就非常明确了。在战争的开始几天，特别是最激烈的前48小时，歼15舰载机的起飞次数要最起码达到单日单架2次的出勤率。考虑到我们的舰载机数量有限，这个数字还可以更高一点，比如达到3至4的出勤系数。据称 FA-18 就曾达到过 4.5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日本媒体给出的数据远超100次，尽管粗糙，但大致可以推断出辽宁舰航母战斗群此次进行的正是开战初期的高强度战斗模拟。至于此种强度的战斗是否会跟美军训练一样也持续4天，又或者后面几天是如何递减的，这可就不清楚了，因为你毕竟不知道台军能撑多久。除此之外，从这几天高强度的实战演练来看，辽宁舰自身的拦阻系统也达到了100%的回收成功率，并未出现如库兹涅佐夫号因拦阻索故障而损失舰载机的事故，证明我国自研的拦阻索经过了高强度作业的考验，非常可靠。要知道，辽宁舰此次实战化训练的地点可是位于台湾以东的外海，这里距离大陆最近的机场也要800公里以上，而且又是单航母战斗群出行，飞鲨歼15除了辽宁舰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备降的第二选择。所以在远离我国近海敢于进行如此高的放飞密度，辽宁舰这次绝对属于敢打敢拼。在美日航母面前，中国航母战斗群进行如此接近实战的高强度演练实属首次，并且舰载机还多次掠过一旁拍照的出云号直升机航母，也难怪日本海自抱怨美国实力下降，附近的制空权已被歼15拿下。日本的抱怨也不无道理，美军今日非常尴尬，美国国务院刚在官网上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删除，急需在亚太盟友面前证明其军事力量的存在。不过像航母这样的大型舰艇是不可能穿越台湾海峡当活靶子的，于是派出了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罗亚尔港号穿越台湾海峡。不过这艘1992年下水的巡洋舰不仅舰龄接近30年，而且已经计划将在今年2022年除役。你派这么个要退役的老家伙过来，也难怪盟友会心生疑窦。那么美国最近在造什么新型舰艇吗？还真有，这是一艘5月7日刚刚下水的滨海战斗舰 LCS-29 伯格伊特号。这种横向式下水身法的确奇特，感觉像喝多了一样。这型军舰虽新，但美国海军其实并不想要，无奈密歇根湖畔百万曹公衣食所系，不得不继续造下去了。所以每次看到它都透射出一种刚下水就要面临除役的悲壮感。美国的驱护舰群呈现明显的老态，而新舰又难堪大用，也难怪盟友会抱怨。不过依我看，下次再来台湾海峡玩自由航行，不妨派几艘自由或独立级这种滨海战斗舰，说不定在威逼利诱之下，台湾没准就买了，这岂不是一举多得吗？辽宁舰航母战斗群为期1个月的实战训练还远没有结束，又刚好美日航母都在周围作靶，机会实在难得。未来还有哪些科目将要训练，想必御用摄影师日本海自一定不会错过，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